看着载具完美的底盘、精细的涂装，你敢相信它还能变形，而且有合金骨架，联动还能发光？这期视频将会颠覆你对国产玩具的想象。本期带来接触用品官方授权，泰趣出品，由黑苹果大神主刀设计，国产原创超合动合金机器人歼3.5战斗机变形机甲逍遥。这是它的地台，小导弹、中炮弹、大炮弹各一对，大的顶端还有强磁铁，都可以一次安插在地台底面，拔出支撑柱，翻起蓝色小柱。结合到地台表面，这里就完成支架形态一。移动顶端透明件，解锁后翻转侧边面板，两侧都同样变形，中间还有卡扣。翻开机尾金属棍，下方有3个卡点，从后往前依次插入支架，一定要按顺序才能固定。如果需要的话，可以插入金属棍达到最稳支撑，不过这会限制可动，可以根据摆放需求选择。棍子收回后，可以左右旋转、前后旋转。下方导弹外露，这就是逍遥以载具形态摆放过程。下面看看纸品，人物卡1张，后面会换成硬卡材质。说明书很厚啊，简单翻看一下。这张拍的真好看，整个说明书都是彩页印刷，而且有正反面变形过程，还是很细节了，精美又详细。无天羽山2035是原创国产漫画故事，里面的机甲大多是国产真实军事载具为原型，逍遥就是采用了歼3.5。玩具飞机形态全长32厘米，宽22厘米，重378克，表面有灰色迷彩涂装，还有军模一样的细节点缀。如各位所见，底盘收纳非常平整，无论是形状还是面板，都几乎是一整片结构。载具形态下，基本无法想象它是如何变形的。导弹直接插到机翼底部即可，挂载模式就是这样了。从底面看看，尾部喷口位置由红橙到外面浅紫，通过多层渐变处理，表现出喷火的动感。logo 一印处理干净整洁，头部涂装很细致。下方有个像宝石一样的透明件，驾驶舱当然可以翻开，看到内部座椅。仪表盘显示器也很清晰，不过位置预留不多。戴亚克隆小人只能躺上去，无法正常驾驶。打开紫光灯，可以看到不少隐藏涂装。神机工业的歼20也有夜光 logo。翻开底部盖板，翻出后起落架，将金属杆拔出，旋转180度，再按压回去。另外一边同样处理。翻开头部底板，注意这里不要直接翻灰色零件，要从上方留出突出零件掰。第一次稍微要用点力，这时就能翻起前轮。3个轮子都是橡胶，可以轻松滚动，这样近距离看更能感受到底盘的美。来对比看看。首先是神机歼20，底盘也还是可以，比例确实没法搭配了。从下方看，两款差别已经有点大了。歼20你明显看到双腿歼3.5你还是看不到任何人形态。侧面看看，接下来是 MPM 红蜘蛛，这个差别就挺大了。从底面看看，逍遥不能说是完胜吧，只能说是没法输。从顶部看，比例上就挺和谐了。不过 MPM 很难做表面全涂装，模型属性还是不如逍遥。当然，把玩变形红蜘蛛还是挺有意思的。目前价位在900多，逍遥是599。这款玩具的变形属于非常难，但是逻辑也相当清晰，步骤之间没有任何卡顿干涉。100步属于长马拉松了，请配合变形视频说明书使用。我们马上开始。轻微向外拉的同时，向上旋转尾翼，注意不要摩擦到零件。打开底部面板，可以看到隐藏的武器。拔出金属棍，向上提解锁，此时可以卸下武器。飞机头底部两侧面板往外拨出解锁，注意用力位置。拔出机翼，不要翻太开。另外一边也解锁，向前翻起，翻开两侧锁扣，解锁此处卡扣。此时拔出中间面板，拉开侧面零件。这里重复一下前起落架步骤，保持起落架前轮打开，利用双关节向下旋转，这个步骤很重要哦。盖上盖板，向下折叠，不用折到底。此时起落架轮子穿过方形门零件，如果不能丝滑穿过，一定是前面变错了，不要强行钻洞。从侧面回放一遍。把门关上，折叠面板到底，插入下方空隙，下面还要插入，直至进入金属零件里面。翻开侧面面板，另外一边同样。此时翻出整个手臂，注意根部要完全在外面。
轻微向两侧拉开，再将大面板扣回。此时处理下半身，将盖板翻开，两侧分开。这时侧裙甲利用根部移动位置，另外一侧同样。此时翻出后轮，移动金属零件。此时身体有3个部分，从这里往上是上半身，裙甲连着金属这一坨是中间层，这里开始是双腿。我们保持上半身和双腿不动，把中间层旋转180度，可以先转腿，再旋转上半身零件，完成这里的旋转。解锁双腿卡扣，将金属杆零件整个旋转180度，侧面向上抬起腿部，达到极限位置为止。另外一侧同样，这里可以看到突出零件，等会儿都要卡到下方这个方槽里面。先把带前轮的零件卡到金属裆部里面，按到底卡住，再来结合刚刚提到的卡位。结合此处零件，这里仿佛在给一个真机器人接线。翻起左腿内侧，解锁小面板，翻开灰色面板，尾翼移动90度，这时打开整块面板。起落架内侧有2个卡扣固定，摇晃间往外拔。这里能看到卡槽位置。这里翻开脚掌零件，喷口作为转折点，要一分为2。整个腿就拉长了。此时旋转下方零件，腾出空间，将盖板零件往下旋转180度。注意内侧卡扣，必须结合喷口上的凹洞，继续旋转定位，来尝试结合。这里需要上下同时往里面按，咔的一下锁定。此时旋转尾翼，扣上盖板，与尾翼结合，小腿就变好了。膝盖内部有个金属钩，完全翻出，结合到膝盖关节上面。旋转腿部，扣紧大腿盖板，将脚掌旋转180度，翻开金属脚尖，把轮子整个往回翻。调整零件位置，注意这里卡扣必须与脚上面结合，这里可以调整脚后跟关节实现。此时用金属勾住空隙，达到固定作用。将蓝色卡扣结合到小腿凹中，轮子与膝盖扣住，脚尖归位，脚掌前后可动，检查是否能左右接地，如果不能，就是里面卡扣没扣紧。来看一下联动效果，一条腿完成，收纳效果真的很棒。另外一边不省略了，稍微加速。完成后记得动一动，检查一下，双腿就完成了。看到飞机头，旋转盖板，旋转驾驶舱，打开舱门，翻开仪表盘，旋转脱离驾驶舱，将盖板扣合，完成头部变形。此时翻转胸零件，飞机头往回折叠到底，翻转两侧零件。注意上方卡扣要结合到腰部装上，这是一个明确又必须的卡扣位，锁定住。将头扣进上方卡槽。现在开始处理背部，旋转上方零件，解锁机翼，往回旋转垂直尾翼，转到底有卡扣固定，向上翻起，另外一边同样变形。此时检查腰部面板位置，拔出卡扣，用力把它们打平。翻开垂直尾翼内部，
注意结合卡扣位置，内外都勾上，卡到底。结合之后是这样，最后是手臂变形，翻开手臂，移动肩胛位置，小导弹头朝前方，旋转后完成变形，来变成小臂，拉开手指，另外一边同样变形。背包机翼可以根据喜好折叠。来看到武器变形，它叫白皙。拔出前方金属件，拉开旋，调整零件位置。最后这里前面要把卡扣扣进去，弩变形完成，可以握在手上。支架这里用在人形，臀部金属零件卡上去固定。哇！经过100多步变形，终于完成了！在座的各位，你真厉害！整个玩具变形过程主要难点还是在腰部和腿部，腿部零件位置可以把视频截图记录，方便下次整理。所有卡扣都精准舒服，步骤多，但是干涉几乎没有，逻辑性非常强。整个玩具被完全炸开，所有零件都参与变形。你看到的液压感、细节零件都是真的。每一块的爆甲和镂空，像是完成了一次赛博坦质量转换，这种感觉就像第一次玩 FC 洛克人初代，还有 PSV 的忍者龙剑传以及阿尔登法环里面挑战黑剑一样，确实很难。但是玩具吸引着你继续往前走，完成后突然有种成就感。武器弓弩还有一种变法，还原后对折，翻开背后面板，拔起头部，把钩子放进槽里面，同时把握把结合在盖板里面。合并头部，这样就完全收纳了。黑苹果的玩具武器永远都能一体收纳。人形态身高22厘米到最高24厘米，标准老 L 级了。身材修长协调，没有任何累赘零件。我第一次在国产原创造型变形机器人里面看到了真正的破碎感。如前文所说，它很少用到雕塑性纯造型件，所有细节都是变形变出来的。各位觉得造型如何呢？下面对比看看，首先是神机的歼20黑金版，当初真的是做小了一点。然后是 MPM-12，我觉得逍遥更像前3部的角色，对比 MPM-04。接下来是 DLX 变期 ，MP 红蜘蛛主要是看身高了 ，MPM 版红蜘蛛，这两站一起挺配的，逍遥更拟人更帅，红蜘蛛造型天马行空更狂野。金属零件分布，整条腿从上到下到处都是金属，脚底完全是金属件，裆部管道金属，臀部固定零件金属，肩膀金属，肚子里面也是金属。取下大导弹。磁吸头部触发 LED 灯效，第一下是蓝色常亮，第二下是蓝色呼吸，第3下是红色常亮，光效看起来挺深邃的，亮度刚好。再来一下关闭。从顶上观察胸部造型细节，身体从侧面看也挺饱满，腰可以左右旋转40度左右，肩膀齿轮关节可以内外旋转。曲肘能180度，齿轮关节，手腕可以旋转，五指可以纵向分别移动，后裙甲可以翻动，不过这里完全不会干涉可动。侧裙甲范围同样很大，向前抬120度，有齿轮，侧面超过90度，大腿可以旋转，膝盖有联动关节。脚腕前后动也挺有机械感，左右接地30度左右。关于玩具本身体验就到这里了，立面板请关注我明天的视频。在我心目中，好的国创就像中国人给世界的印象一样，我们踏实肯干，我们聪明勤劳，同时我们也很谦虚、心怀包容。这款产品恰好将这种精神融入进来。逍遥有恐怖的零件数量的同时，还有大量的金属零件，非常考验做工和质检。成品来看，它关节零件阻尼感舒服，边缘柔和，把玩顺畅舒适，做工非常好。它也有最硬核的变形与结构设计，完美的双形态收纳和颜值表现，添加了联动，加上黑苹果强迫症一般的卡扣要求带来的超强一体性。只有真正喜欢变形玩具，并且体验过无数款好设计的玩家，才能呈现出这种作品。
而市面上能兼具做工、结构与外观设计，同时还是从零打造的国创 IP 里面，我们见到过一些不可变的成功者，但是他们的价格很难做到6开头了。而这款产品在能变形的情况下，做到了5开头，两个形态都完美，真正实现了每个玩家都能承担。以前有时候想到国产就想到便宜，我想说确实，但是真正的好国产一定是便宜又好的。我们在最顶级的体验下，也要有最爽的价格，这就是我对这款的看法。考虑到它的原创性，它就是我心目中的最佳国产原创变形玩具。特别在军工题材里面，可以说是碾压级别了。这么卷下去，也许国产原创玩具的次时代已经到来了。后续还有大船、运20、炮车等海陆空产品，我们一起期待吧。感谢各位宝贵的半小时，我们下期见。Show Z Store, the best place to get your Transformers with the best price.